介绍一个好用的工具，叫做 OpenCV 里面的 Match Template 模板匹配。那什么是模板匹配？有些时候我们会希望说，在一个图片里面快速找到某一个东西，像有一些游戏，比方说 Netflix 推出的脆笔街哦，就是要在你一个图片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人物、动物等等，你要快速的去找到某一个一模一样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很适合用 Match Template 这样的功能。那 Match Template 它主要的语法是这样子，在使用前你要先 include OpenCV，那 CV2 点这一个的参数里面，它会有第一个你要输入你的原始图片，也就是大张的图片。接着所谓的模板就是你想要找的那一个东西。再来是你有一些想要用的匹配的参数或者方法。那这部分它其实有很多个，我们这边不会细讲，我们用的是所谓的 normal 这一个。好，那模板匹配的原理，它利用的是我们图形有长、乘、宽，那在每一个像素里面，它会去移动做一个比对。那比对的数值，利用像是平方差或者一些方式去算出说这一个图片里面的哪一个角落跟我的模板的里面的像素的组合，它的乘出来的值会有最高的一个几率，就可以把它找出来。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程式码。在程式码里面，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用的是 Google Colab，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From Google Colab，然后这个主要是在 CV2 IM Show 这一个。哦，这边要特别注意，如果你使用 Colab 的话，那你要注意你的 IM Show 前面这个中间是底线，而不是一个点。使用 NumPy 的原因是因为 NumPy 它会有一些将我们的图像的每个像素转换成数值。好，前面的话我们要先导入我们的原始图片，原始图片是 IMG，然后 Template 是模板，模板就是你的目标物。我们第一个示范的例子会用从一首书法的图里面去找到一个字。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语法，我们会要先截取我们模板的长跟宽，也就是说我们目标物它的一个大小。接着我们要开始进行匹配。那在匹配里面的话，三个参数哦，原始图片、模板跟使用的方法，去取得它的匹配的坐标位置。那利用的是这个 min max location 这个地方。好，然后接着 location 出来之后呢，我们利用的是两点取一个方形的方式。哦，就一个方框，我们可以透过两点来决定一个方框，所以我们取得是左上角跟右下角这样子两个点组成的。所以呢，当我们取得左上角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事情是取得右下角，所以右下角的话是在这里。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在原始的图片上把它盖上去。比方说，你找到了一个字，那你把那个字框起来，我把那个框框显示在我的图片上面。那程式其实不会很难，蛮简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上传原本的图片，就是一张图。那我选的是大家都很会的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一张图。那接着呢，我的 Word 挑的是所谓的里哦，万里的这个里。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透过这样的程式码能不能去把它找出来。那我们使用的框，等一下我们用的是，记住这边稍微跟各位说一下，在 OpenCV 里面，它的三个原色 RGB 的顺序是 BGR，它的顺序是 BGR。好，那 BGR，所以中间等一下我们这个绿色的框，那后面这个参数2是线条的粗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跑的结果。我们看一下，它把里这个字给标出来了。那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示范。那你会想说，这个感觉这个图像图片也没有很复杂，就字跟一个类似皮肤色的底图。那如果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呢？好，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换一下。好，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图案，那以及我们的目标，目标我们选了3个哦，分别是这一个
红色的很像那个鱿鱼游戏的角色，然后以及一个绿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再来是紫色的，啊，上面它有一个手套的图案，粉红色手套。好，那我们就想要办法在它上面去找到这3个东西。那既然是3个，那代表通常我们就有 sense 是需要用到 for 回圈。好，所以我们稍微改写一下我们的程式码。我们的第2个程式码这边呢，我们把模板这边把它变成了一个 list。那我们把需要的图片模板目标物都把它放上去，Tucky 1、Tucky 2、Tucky 3。那接着我们的图像我们可以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图片一样是，比方说叫 Street One。好，那其他的语法跟上一个例题是一样的，那唯一差别在于说我们在它前面加了一个 for 回圈。那 for 回圈的应用就是用 in 后面放的是全部，然后 in 的左边代表的是每一回合针对的对象。那我们这次的话，我们把我们的框框换成紫色的，那紫色就是蓝色加红色。好，那我们就来跑一下它的结果，看看原本的图片长这样，那我们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呢？跑一下，按 Run。OK， 来你看一下哦，基本上它有很快的找出了我们的这3个目标，基本上应该会比人找的速度还要快。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示范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想要做一个固定的图案里面去找里面特定的图案，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这个东西虽然称不上我们一般的 AI， 因为我们一般 AI 是用人工智慧里面的神经网络去训练出来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它透过简单的电脑视觉，也就是说像素 pixel 之间的比对，其实也可以满足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能。那所以如果下次呢，你有一些要在一段文字里面或者一堆图片里面去找资料，把它给 mark 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我这边顺便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想要参加一个专题，那你可以用的方法是，比方说像贩卖机或者超市里面的货架，其实他们的背景场景都是固定的，所以他们放的东西也是固定的，所以你就可以很适合用这样的方式，你不用去用很复杂的 AI 去做一些建模型的，你可以用简单的用 Python 的 Match Template 就可以做到一些效果。好，那这就是这期的影片，那希望你会喜欢。这个频道主要是讲科技应用专题以及一些升学上的资讯。如果你喜欢的话，麻烦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